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unny。转眼到了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在月度股票榜单中，我们曾经推过的股票包括7月必买特斯拉这样的年度6倍大牛股，当然也有推荐当月就大跌的 Fastly 这样的后续用了几个月止跌回升的股票。11月股票榜单中的3只股，有2只还不错，1只比较惨。我们总结一下后续建议。那么12月份又有哪3只股票呢？节目开始前，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欢迎点赞、评论、转发。先回顾11月3只股的表现情况，做一下点评和建议。11月推荐的3只股票分别是阿里巴巴、Roku 和沃尔玛。其中呢，阿里巴巴在11月份出现了重大黑天鹅事件，马云在蚂蚁上市前夕发表了不适当的言论为导火索，不但蚂蚁上市泡汤，还引发了加强监管。由于这个事件是不可预见的，在事件之后，我立即在社区贴纸当中发表了相关看法。中概股各种风险不断，以后呢还是谨慎推荐。还好 Roku 的表现优秀，沃尔玛也不错。其中呢，阿里巴巴11月下跌 13.03%， 沃尔玛是上涨了 8.4%。Roku 在11月暴涨 40.63%， 说来也是很有意思。11月推荐 Roku 之后，评论区有不少人臭骂，说我没有认真做作业就出来乱推荐。投资不但要做作业，还要有一点运气啊。这个 Roku 当时是女股神 ARK 在抛的一只股票，居然涨这么多，我也没有预料到。这次3只股票，2只显著跑赢标普500指数，1只大幅落后于指数。不过我要说的是，黑天鹅事件难免要遇到，我也会同步到社区帖子进行止损或者是止盈的建议。这个社区帖子平时人狠话不多，有出帖子那都是重点。如果您有订阅阳光财经，就会在 YouTube 主页收到及时的更新。接下来我们讲12月必买3只股，排序不分先后。第1只股代码是 TTD， 公司是 The Trade Desk。 这公司为客户提供自助服务平台，使得客户可以使用自己的团队来购买和管理数据驱动的数字广告活动。该平台允许客户跨多种广告形式，包括视频和社交集成管理广告活动，并支持电脑、移动设备和电视等多种设备。就是给商家提供一个平台，在上面通过大数据分析管理购买广告。数字广告和传统广告之争已经持续多年，数字广告通过网络向消费者定制，有的放矢，广告投放的精确度高；数字广告覆盖面广，向有电脑和手机的人群投放，而手机电脑又是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工具，因此理论上数字广告能够到达的人群是远远超过传统广告。现在呢，你比如说在亚马逊搜索一个商品，即使你没有下单，下去几天你只要上网碰到的广告全是与这个商品有关的东西，简直是有一双眼睛盯着你啊！这样的广告效果也是传统广告所不能比的。数字广告的市场规模逐渐吞噬传统广告，并且广告市场的规模也在变大。营销研究机构认为，除了2020疫情导致数字广告投放激增，未来几年数字广告还将保持增长的势头。与数字广告相关的上市公司有很多，像龙头 Facebook、Google 等，自然是受益的第一梯队了。然而市值摆在那里，有时盘子小一点，有成长的空间。而且也理解一下博主吧，每个月都讲 fan， 那可怎么行呢？所以这次拿了 TTD 出来。 The Trade Desk 认为他们给客户提供客观公正的交易平台，不会将客户引流到自己的媒体去做广告，因为 TTD 本身不经营媒体，没有自己的广告场所。TTD 看起来就是纯代理，人工智能把广告主的广告投放到最有效的地方，然后生成一个高清报告。TTD 营业收入连续几年高速增长，增速从2016年的 78% 到2019年的 38%， 再到最新季报的同比增长率 31.61%， 都显示了数字广告业务和 TTD 的成长性。今年这只股票也是暴涨，从疫情最低点到现在涨了4倍多。今年回过头来发现，账户搞了半天，操作一顿猛如虎，一看不如抱住股。很多股票都翻倍了，但今年炒股没有翻倍的太正常了。TTD 就是这么个涨了4倍的股票，估值确实有点高了。这点和大多数科技股一样，
技术面上 ，TTD 持续在均线上方运行，均线的多头排列具有助涨的作用。11月6日放量大涨之后，出现2天大阴线回调，一个头部形态呼之欲出。但是11月份消化了11月6日头部压力，当天巨大成交量并没有阻挡股价突破创出新高，这表示主力并没有满足于11月6日那个高点，而是继续拉高。如果不恐高，顺势交易做多；如果恐高，那可以等一段时间回调再买入。第二只股是一个 5G 的股票，代码是 QRVO， 公司名 Qorvo。5G 一直是投资热点。根据 IHS Markit 的论文结论，到2035年 5G 将实现 13.2 万亿美元的全球经济效益，这相当于美国、日本、中国和德国消费支出的总和。全球 5G 价值链将创造36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提供或支持2230万个就业岗位。Qorvo 蹭了一点 5G 概念，实际上 3G、4G 也都有使用它的天线。这家公司在2015年由 RFMD 和 Triquin 2家公司合并，完成天线、功率放大器芯片、滤波器和射频开关的产业布局。公司产品覆盖了移动产品、基础设施和国防产品，其中移动产品占比最大。5G 手机今明2年销量预期较好，对手机天线等相关需求增加，预期公司在 5G、WiFi 和国防领域终端市场的强劲表现。2020年第4季度的运营利润将创纪录，整个财年自由现金流超过9亿美元，预计 Q4 营收 10.6 亿。毛利率 52.5%， 非 GAAP 摊薄后每股收益为 2.65 美元。这家公司通过不断收购行业内有关的公司进行产品线的拓展，最近的一次并购是收购了一家 Active Semi 的公司，被并购标的是电源管理和智能电动驱动集成芯片的龙头。通过并购这家公司， Qorvo 给现有客户提供物联网电源管理产品。公司预计2022年通过收购 Active Semi 所带来的业务增量将是显著的增长。Qorvo 走势持续牛市，11月份短暂整理之后，今天出现向上突破创新高的走势。5G 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景气周期。苹果在 iPhone 12绿屏等问题之后，股价仍拐头回归上升趋势，这说明市场对 5G 手机的销售前景预期还是看好的。相对应的 Qorvo 的景气度也将持续，在基本面向好的情况下，股价突破创新高买入法仍然可以适用。第三支明晟 MSCI， 大部分人认识到明晟可能是前几年把 A 股一些股票纳入明晟相关指数。当时有连续报道，明晟在提供投资决策支持服务上研究了45年，帮助客户理解和分析风险和回报的主要驱动因素，建立更有效的投资组合。明晟的产品和服务范围包括指数、分析工具、数据、房地产研究和 ESG 评级模型。新兴国家市场以加入明晟指数为荣，跟踪明晟的大量机构资金会无脑买入。MSCI 的全球影响力吸引了许多知名客户，包括贝莱德等大型基金。明晟在2015年以后，指数产品的收入在主营业务收入的占比显著提高，指数产品订阅模式收费成为明晟的主要收入来源。2020年3季度，这项收入达到 4.1 亿美元。这么看来，明晟通过编制指数，再把指数提供给机构投资者 ，ETF 根据所管理的资产和基金的交易量向明晟支付许可费，以此来赚钱。但编制指数还有像标普、道琼斯、富时罗素等公司与明晟竞争，是什么让像贝莱德这样的大基金追随明晟多年呢？公司强烈依赖知识产权来保持其产品和服务的许多方面的专有性。它有覆盖广泛的全球市场数据库、风险算法等，服务订阅按年增长速度 7% 到 10%。打开明晟官网，海量的研究材料需要登录订阅账户才可以查看。由于指数产品是按使用方的资产管理规模和交易量收费，这相当于是和整个大盘相绑定。大盘走好，指数基金自然从申购量和资产量上同步增长。那可以说，明晟基金的收入模式和大盘走势会相当接近。
在美股持续牛市的情况下，民盛公司股价长期稳定上涨，调整时间短暂且幅度不大，是一只长期牛股。民盛市值338亿，3季度每股收益 5.3，EPS 按年增长，市盈率是60倍，股息不高，年率 0.78%，一年派息 3.12 元，所以民盛是一只中等规模的股票，成长性紧跟大盘，股息收益有限的标的，技术走势向好，均线多头排列。如果看好年末和明年的大盘行情，可以关注这只股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